竹马周许嘴巴毒，总喜欢在人前揭我的短，说我炖甜汤点了灶台，说我绣花扎肿了指头，说我上元节捡到走丢的孩子，结果自己怕黑又迷了路，倒先哭了。宴会上，夫人们听得捂嘴浅笑，轻轻放下我的名帖，我的名声坏透了。今日皇子选妃的赏花宴，周许又一次提起我迷路大哭的糗事，满座哄堂大笑。我尴尬地攥着帕子，难堪地低下头。官家翻阅贵女们的名册，隐约触动了一点心事。是那年上元灯会捡到走丢的韵儿，自己却吓哭的那位崔家女娘吗？是她呢，当初拉着咱们韵儿的袖子，哭得花猫一样。如今到嫁人的年纪了，也不知道还爱不爱哭鼻子。周遭嘲笑的声音顷刻停了，宾客们面面相觑，尴尬地收了笑。臣妾觉得崔家姑娘不错，年纪也好，比韵儿还小2岁。周许闻言，猛地抬起头，死死地盯着娘娘手中玉笔，似乎怕朱批圈出我的名字。我忐忑地攥紧了袖中帕子，紧张的眼泪都要掉下来。我今年16岁了，年纪已经不算小，却没有几家上门议亲。我爹娘去得早，托了阿娘对周许母亲的恩情，我9岁就寄住在周许家。可在周许口中，崔婉堂厨艺坏，女红差，遇事慌乱，实在不配做大娘子。7年与他同吃同住，所以周许说崔婉堂不好，那就是不好。也曾有县主姐姐想做媒，笑眯眯地问周许，点了灶台的甜汤是给你炖的，扎了手指头的花是给你绣的，小儿郎，你是不是怕别人发现晚堂的好，会跟你抢？县主的话叫我耳根子发烫，我悄悄去瞄周许。周许先是一怔，像听到了什么笑话，满脸不屑。谁要娶她？她又笨又爱哭还怕黑，汴京城哪个贵女不比她强？看着娘娘手中的笔，我暗自祈祷，上天保佑，阿爹阿娘保佑，让我入选吧。眼见着娘娘要落笔圈住我的名字，周许攥着酒杯的手也悄悄收紧。周许正要起身，却瞧见官家轻轻摇了摇头，按住娘娘的手。不好，玉儿随你，嘴巴和眼光都挑剔，不是最好的姑娘，她恐怕瞧不上，不必看了。我的头慢慢低了下去，强忍着眼泪，磕头谢恩。回到席间，周许故作轻松地递给我一盏酒，难得愿意哄我。好啦，五皇子的眼光是出了名的挑剔，他连国公府的沈明兰小姐都看不上。你知道沈明兰小姐吧？她点茶刺绣，样样都比你好。直至天上飘起雨丝，宴席散了，一路上我都垂着头，没有说话。周许把伞又往我这里偏了偏，他心情莫名的好，难得没有说刻薄话。别难过了，我带你去吃一盏蜜酥福奈花。这7年里，每回周许把我气哭，总会去樱桃巷子买一盏甜水回来哄我。我也没出息，吃了甜水，再看他那张谄媚讨好的脸，就一丝气也生不起来了。可是这次不一样，是官家亲自开口说我不好，恐怕今日过后，我再难议亲了。我擦干眼泪，鼓起勇气，轻声问周许：“周许，我想问你。”周许立马举手，像从前被县主撮合那样夸张的求饶：“崔婉堂，你可千万别说想嫁给我，我周许要娶的姑娘，必须厨艺、女红和家世，样样都好。这3个，你说你占哪个？”周许比谁都清楚，厨艺和女红这2件事，我从来学不会，做不好。至于家事，刚来周家那3年，我总想家，就偷偷哭，想了太多，哭了太多，连记忆里爹娘的模样都模糊了。细雨蒙蒙中，身后有工人提着灯笼唤我，我回过头，是娘娘身旁的冯姑姑。她看了周许一眼，悄悄将我拉到一旁，偷偷塞给我一张腰牌，笑得慈爱：“官家到底拗不过娘娘，娘娘觉得姑娘很好呢。娘娘说1个月后赏花宴，姑娘赶工做件鲜艳绣品。赏花宴上，娘娘一定挑姑娘的绣品给五皇子赐婚。”姑姑跟你说了什么？是不是又骂你了？周许，要是往后我嫁了人，不在周家，你会难过吗？习惯了这7年朝夕相处，习惯了有我追在他身后，周许从未想过我有一天会离开，会嫁作他人妇。他一怔，又因为不在意，笑得轻蔑：“不会，一点也不。”有娘娘的旨意，冯姑姑什么都打点好了。她特意请了宫中绣娘来教我女红，又请了爱凑热闹的和亲县主来指点我的礼数。周许如往常一样，提着樱桃巷买的甜引子，打起珠帘寻我时，就看见窗下做针线活的我和手中那个皱巴巴的蝴蝶荷包。
周许倚着门，轻轻笑道：“丑八怪绣丑八怪，你看看，哪个不比你绣得好？”这2件荷包我认得，那是半年前周许母亲给他相看娘家2位表妹，2位妹妹红着脸把亲手做的荷包递给周许，周许一个也没拒绝，笑眯眯地接下。回去的马车上，我看着他腰上荷包，心里酸酸的。我也做了一件送你，你怎么不带呢？崔婉堂，你做的荷包太丑了，戴着丢脸。皱巴巴的荷包就像皱巴巴的心事，拿不出手，送不出去。我难堪的低下头，一声不吭。一旁吃茶的和亲县主瞧了会热闹，笑着放下茶盏。外头贵女们都夸周公子谦和有礼，怎么偏偏刻薄婉堂？因为他什么都做不好，以后嫁了人可怎么办？和亲县主自从做媒不成，总是看周许有些不顺眼。他瞧着外头叽喳的喜鹊，眼珠子一转，笑盈盈道：“小儿郎喜鹊叫，好事到，你知不知道？”婉堂在学规矩，绣嫁衣，你仔细琢磨呢。那我问你，要是婉堂嫁过去，你会对她好吗？不知道周许想到了什么，从来见惯了他漫不经心、吊儿郎当的样子，我第一次见他面色泛红，手足无措。我不答应。我和五皇子的婚事，他答应什么？周许匆匆放下那份甜水，逃也似的跑了，留我满脸茫然。和亲县主轻摇着菠萝扇子，不说话只笑，并不知道另一头，周许急匆匆跑去周夫人房中。周夫人房里堆满了红绸香笼，她正与几家侯夫人忙着拟礼单，听周许问婉堂的婚事，可圣旨到底没下。周夫人只得空叮嘱一句：“这可是咱自家的大喜事，务必处处上心。许儿，你该学着稳重些，不然将来婉堂依靠谁？”周许怔住了。周许回到房中，他躺在榻边，望着窗外玉兰枝上揪的喜鹊，听着午后伴着春雷砸下的凌乱雨脚，只觉得脑子里闹哄哄的，又气又慌。气的是爹娘也不问我，就自作主张替我定了和婉堂的婚事；慌的是一生一世白头偕老，这些词听着都叫人犯怵。忽然，周许瞥见前日为我撑的伞还斜着放在廊下。其实想想呢，一生一世白头偕老听着唬人，可说到底也不过是像现在这样给他雨天撑伞，寒日添衣，也不过是给崔婉堂买一辈子樱桃巷子的甜水吃，好像也不坏。周许越想越觉得脸热，索性抄起一本书盖在脸上。公子这是怎么了？我看公子是果然讨厌婉堂姑娘，所以听说要跟崔姑娘成亲，恨不得拿本书闷死自己。外头丫鬟来报，五皇子派人来送拜帖，好像有事要与公子您商量。夫人特意叮嘱要公子换件衣服再出去见客呢。丫鬟们挑的衣裳都是周许平日里穿惯的，他模样生的风流，穿哪件都能叫人频频回头。可是此时此刻，周许觉得哪件都不好，哪件都不顺眼，竹纹的不好，云纹的也不好，可是哪里不好他也说不上来。直到丫鬟捧上来一件绣着海棠暗纹的青衫，丫鬟嘴巧，讨个好口彩，却正中周许的心思。戏文上都唱蝶恋花，要是能配个蝴蝶荷包就更好喽。想到刚刚崔婉堂笨拙却执拗的给自己绣着那个丑丑的蝴蝶荷包，周许心情莫名愉悦。从前周许最讨厌雨天出门，底下小厮都要陪着笑脸，有个叫听竹的小厮惯会察言观色，讨周许欢心。公子和五皇子交好，听说皇后娘娘也要给五皇子赐婚，您娶婉堂小姐要买东西，五皇子娶皇子妃也要买东西，奴才觉着您与他商议着，互相出主意，必定是好。午后，周夫人给了我一张银票，满眼慈爱。好孩子，去给自己添置些东西。逛到樱桃巷子，想到这些日子绣坏的布，我想去绸缎庄买一匹新缎子，却撞见周许与一个紫衣少年谈笑，身后跟着的仆从侍卫捧了满满当当的包裹，二人仅与我隔着一张纱帘。周许抱着几匹缎子，犹豫着问道：“我挑的这些都是婉堂喜欢的，你那没过门的妻子会喜欢吗？”婉堂喜欢的，他也会喜欢。这话说的周许有些疑心，掌柜见不得客人付钱的手迟疑，赶紧打圆场：“胭脂水粉、绫罗绸缎，女孩子家喜欢的东西总归差不多的。”那婉堂还喜欢什么呢？哄别的女孩子要金银珠宝，崔婉堂没见过世面，一碗糖水就哄好了。从9岁买到16岁，她一点长进都没有。她爹娘一直没回来，她也就一直没有长大。
周许一怔，也沉默了。他想到了我刚来周家的那年，我很想爹娘，不说话也不笑，只呆坐着望着大门，等着爹娘接我回家。周许怕我等成傻子，就想着办法找我说话。起初他温声细语地问我名字，问我家事，我都一字不答，直到他故意找茬。你阿娘手笨，给你做的衣裳针脚粗；你阿爹也笨，给你做的糕点太甜。我忍不住还了嘴，见我生气，周许就得逞地笑。原来你不是哑巴呀！可是下一秒他就后悔了，提起爹娘，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。看我掉眼泪，周许吓得手足无措，他赶紧捧上自己最喜欢的小玩意儿，蝈蝈蟋蟀、泥人风车，最后还是一盏糖水哄好了我。从那以后，周许总来找我玩，故意挑剔我，说刻薄话，逗我与他拌嘴，叫我顾不得伤心。再在我快掉眼泪时，拉着我去樱桃巷子散心。周许抱着段子，僵硬地转了话茬。好了，不提崔婉堂了，挺扫兴的。就说你当初陪读，我可替你挨过太傅的手板。现在你要娶妻，我帮你挑姑娘家喜欢的东西，可你竟然连娶谁都不告诉我，真是不仗义。赐婚是娘娘的意思，要是她不愿嫁，我还得去求娘娘收回旨意。如今赐婚只有2家长辈知道，贸然传出去，只怕坏了她的名声。唉，好了好了，我也不叫你为难了，你透露点消息，我来猜猜看。她是汴京城最好的姑娘，我见过一面，你也认识的。汴京城最好的姑娘，可不就是沈家小姐？紫衣少年轻轻摇头，任凭周许如何问，他都笑着不再言语。春风吹动纱帘，我看不清紫衣少年的容貌，只觉得自己的心像窗外花枝，轻轻地摇。我想起第一次见五皇子裴云，是3年前上元节的夜晚，那时他也是一身紫衣，个子还比我高一头，跟我一样孤零零坐在河边看烟火，但我心里有点得意，都是在河边等人。可我跟他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周许答应我，只要我乖乖等在这里，就会给我买兔子灯。说罢，他急匆匆去追沈明兰小姐的小舟。其实我也不傻，知道周许是想与沈明兰小姐一起去划船赏月，他嫌我是个累赘，所以用一盏灯换我在湖边等到半夜。可那又怎样呢？我到底会有一盏兔子灯的，就像从前阿爹阿娘在的时候带我逛灯会就给我买一样。可是我等到街上的烟火熄了，等到灯笼铺子关了，等到黑漆漆的河边只剩我和裴云2个人，周许也没有来接我。裴云好奇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时，我不愿被他看笑话，先一步开了口：你别等了，灯笼铺子都关门了，他们是骗你的，你上当了。但是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没有在等一盏灯，我是在看着你，怕拍花子把你拐走。裴云没有戳穿，只是很配合我，恍然大悟的挠了挠头。原来他们是哄我的。月光悠悠，芦苇丛中不知是落水鬼还是蛤蟆，扑通一声，吓得我打了个哆嗦。可我性子从来倔，不愿被人看笑话，我强装镇定，拍了拍裙子，对裴云伸出手。你爹娘是谁？住在哪个巷子？我把你送回家去。那你怎么办呢？我嘴硬，心里却没有底气。我跟你不一样，一会儿街上就有好些人来找我了。一轮圆月清亮亮的挂在天上，空荡冷清的街上偶尔能听见1-2声犬吠。我牵着裴云的手，心里一点也不怕。可是我猜裴云被丢在这里，心里一定又怕又难过，便喋喋不休地找着话安慰他。你爹娘不是不要你了，他们可能只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忙，等他们忙完了，一定会接你回家的。就像我阿爹阿娘一样，他们不是不要我了，是他们太忙了。我阿爹善治伤寒杂症，阿娘善治妇人科。我家医馆在汴京城有口皆碑。今年春日，青州大疫，爹娘将我托付给周家照顾，便收拾行李去了青州。临行前，阿爹阿娘将大半积蓄身家都给了周家。念在你阿娘曾帮我夫人暖产接生，保住了他们母子性命，我们定会好生照看你。我从春等到夏，又从蝉鸣等到飘雪，等到跟爹娘一起去青州的大夫都回来了，等到爹娘医馆的招牌被卸了，医馆被周家租给了当铺，也没等到爹娘回家。我说着话，踢着脚边的石头，一低头才发现月光照着我和裴云，地上却有8个影子。裴云回头往高处瞥了一眼，只听一阵稀稀碎碎的风声。我揉了揉眼睛，才发现是自己花了眼，地上还是2个小孩子的影子，叫月光拉得好长，像兔子灯长长的耳朵。你别难过，等我爹娘回来，往后上元节，我叫他们也给你买一只兔子灯，你就不用一直傻傻等在那里了。好呀，
也许是巧合，裴云的家竟然与周家顺路，我忍不住往周家瞧，想看看有没有人来找我。可是周家早就熄灯落了锁，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婆子也倚着门睡着了。裴云没有敲门，只是牵着我的手在门外等了一会儿。院中灯笼渐次亮了，像走了水一般慌乱。一众家仆明火执仗，匆匆开了门。周许爹娘摁着睡眼惺忪的周许，连连给裴云赔不是。问起缘由，裴云大约想起来了我这一路嘴硬又爱面子。我迷了路，是崔姑娘捡到我，好心送我回去。周许爹娘忙不迭告罪时，我才发现裴云身后不知何时站了6个原被封妖的护卫。送走裴云，关了院门。周侯爷气得要去打周许。你知不知道每年上元节有多少拐子？要是晚唐被拐了，我怎么跟崔兄交代？说不定是晚唐自己贪玩，你冲希儿发什么祸？早知道这样家宅不宁，当初就不该把他接来周家。细细碎碎的抱怨和争吵像暴雨浇在身上，我茫然地站在门外，好像犯错的人是我，该被训斥的人也是我。周许躲在周母身后，也为自己辩驳。那他不是也没有被拐走吗？他爹娘都死了，爹你跟谁交代？人难过到心碎时，原来不会掉眼泪，原来是会陪着笑脸的。是我贪玩，看灯跌得出了神。所有人都得了心满意足的交代，各自回房睡下了。我躲在被子里悄悄抹眼泪时，忽然有人敲了敲门。我开了门，左右看了，四下无人。门外孤零零停着一只小兔灯，我蹲下身子，小心翼翼把小兔子抱在怀里，就像阿娘从前抱我那样。临近赏花宴，周许却不知在忙什么。他一改从前对我尖酸刻薄的习惯，今日送糖水，明日送果子，还总穿着绣花的衣裳来瞧我桌上的金蝴蝶荷包。是我想着金线绣的蝴蝶很衬裴云常穿的紫衫子，若是撞上我的目光，他总是欲盖弥彰的撇撇嘴。哼，像个金色大蛾子。要是从前，我总要红着眼与他吵几句，可现在我只是红着脸，很小声的辩解：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只要我夫君不嫌丑就好。周许不说话了，半晌，他才勉为其难扭过红着的脸。行吧，不丑。我猜他是怕裴云找他麻烦。赏花宴这日，周许却没有陪我一起入宫。周家祖父身子忽然不好了，爹娘要带他回乡奔丧。天上飘了雨丝，我去门口送别周许时，他还穿着那件绣着海棠的衣裳，只是腰上空空，也不见他带什么荷包山坠子。他自马上俯身对我伸手：你没有什么要送我？我不明白他，左右瞧瞧，便踮脚折了一只沾着雨水的柳枝相赠。周许有些失落，却也弯了弯唇角，将柳枝收进袖中。算了，我也不急着要。我跟五皇子裴约说了，叫他在赏花宴上照看着你。你等我回来。午后，冯姑姑派了车子来接。宫墙内，沈明兰小姐与她母亲沈夫人说笑，冷不防迎面撞了我。我瞧了瞧衣裙，并没有脏，没有和他们计较。可是腰上荷包却摸了个空，系着荷包的线是齐面断的，一定是刚刚趁乱剪的。我拉住了沈明兰，沈明兰还没有说话，一旁丫鬟却叉着腰瞪大眼睛。可别污蔑人，谁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女红做得好，你崔婉堂做得差，一定是你自己做不出，才想赖在我们小姐身上。沈夫人瞧了眼不吭声的沈明兰，心下明了几分。她把沈明兰护进怀里，傲慢地抬起下巴，瞥了我一眼。婉堂，我怜你自幼父母亡故，失于管教，不愿计较你污蔑栽赃。你给明兰赔个不是，这事儿便过去。从前我总是怕周许不高兴，会把我撵出去，我不敢得罪他，不敢得罪他喜欢的沈明兰小姐。可这荷包是我熬了3夜，不知扎了多少针，绣坏了多少段子才做好的，手被扎得很痛。可每晚我摸一摸枕头下的金蝴蝶，心里就很欢喜，好像勇气是毛毛虫也开始破茧。我第一次死死攥着沈明兰的衣裙，一字一顿：给我道歉。沈明兰没有说话，沈家一群人将我围住，威吓和指责如山倒，每次都是这样。从小到大，谁捉弄了我，就往爹娘怀中一躲，得意地冲我做鬼脸。爹娘教过我，婉堂要做一个懂事的好孩子，只要他们愿意跟我赔礼道歉，我都会很大度地说一句没关系。那句没关系，我在心里偷偷练了很久，可是从来没人跟我说一句对不起。忽然人群散开，众人惶恐跪地时，我先瞧见一双含笑的眼睛，是裴云。裴云魂不在意身旁人跪成一圈，只朝我弯下腰，温温一笑。
怎么每回见你都在哭呀？不需裴云多说，一旁侍从已经捧上我的荷包，属下一直在暗中盯着，是沈小姐身旁的丫鬟偷偷捡下的。荷包不知在泥地里被踩了多少脚，脏得连金线都瞧不出来了。沈夫人面子有些挂不住，轻描淡写道：“既然是丫鬟做的，罚了丫鬟也就是了。晚唐总不会跟奴才计较吧？”裴云斜睨了沈明兰一眼，给他道歉。沈明兰红了眼圈，还想辩解，沈夫人赶紧推了推她，沈明兰才不情不愿的：“对不起。”话音才落，原本挂在沈明兰腰间那只栩栩如生的凤凰荷包忽然断了线，凤凰落在泥里。裴云身旁侍从们不偏不倚地踩上去，裴云将我护在身后，听不出他的喜怒。既然是侍从做的，罚了侍从也就是了。沈夫人也不会跟我的侍从计较吧？裴云比我高了一头，挡在我面前时，我瞧不见那些各异的神色，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。我的心轻飘飘的，看着裴云的背影，我的心情忽然变得好奇怪。我小人得志的想躲在裴云身后，对哭丧着脸的沈明兰做一个大大的鬼脸。荷包就算洗掉了泥，湿漉漉的也见不了人了。裴云已经想好了对策，他笑着指了指池塘：“我跳到池塘里，和娘娘说是我淘气，连累你的荷包也是了。”见他要走，我赶紧拉住了裴云的袖子：“应该听周旋说过，我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做不好。与我这样的人一生一世朝夕相处，您会失望，会觉得日子难过的。”垂州马球，六博投壶，医术乐技，琴棋书画，晚唐都有一一试过吗？习惯了被周许挖苦，我下意识否定了自己。可是如果我一个个学了，一辈子都没有找到自己擅长的东西呢？那学着学着，哪怕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精，晚唐这辈子也过得充实又有趣。我还想问您，汴京城好姑娘那么多，为什么偏偏是我？裴云略想了想，忽然歉疚地笑了：“这个嘛，我也不知道。3年前的上元节，天上有月亮，有繁星，有烟火，河对岸有花灯，有杂耍，有蜜煎肉脯的香气，世间有1000种热闹等着人去寻。可是好奇怪，我竟然只想陪着一个孤零零的崔婉堂。”公子，这柳枝都枯黄了，怎么还收在红旗盒里？这是晚唐临别时折的，搁在枕边能管用吗？总是一夜好眠。料理好外祖父的丧事，周许独自快马赶回汴京。两岸柳色与草色青青，山桃开得云蒸霞蔚，还有几只调皮伸出去勾住发带，绊住衣袖。若是平日，周许一定要停下，慢慢欣赏。可是今日不行，从9岁到16岁，他已经让晚唐等得太久了。回老家这些日子，周许总会想到那日娘娘指婚，天上斜斜飘着雨丝，伞下晚唐仰头看他时，眼睛里也下着细细的雨。周须，要是往后我嫁了人，不在周家，你会难过吗？不会。周须，要是往后我嫁了人，不在周家了，你会难过吗？不会，不是不会难过，是我笃定晚唐不会嫁给别人。就像上元灯会，他去瞧这世上千万种热闹，只要他一句话，晚唐总会在原地等他的。他迫切想要见到日思夜想的人，偏偏马儿吃了肥草，便醉醺醺的不肯走了。周许气得骂着缠马时，有马车停在他面前，是和清县主。他笑眯眯地撩起帘子：“正巧五皇子成了家，陛下今日赏酒吃呢。小儿郎，我顺路送你一程。”周许从前有点讨厌和清县主，他自己大半辈子没有成婚，却爱管小辈的婚事，又记仇爱捉弄人。他总是一手牵着晚唐，一手拽着他，硬要做红娘，仿佛全然听不懂周许明里暗里对晚唐的嫌弃。可是此刻，周许很感激和清县主对自己的点拨。先去周家接晚唐吧，我带他一起赴宴。和清县主看他的眼神带点怜悯。晚唐已经到王府了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哦，晚唐已经去赴宴了。和清县主没有解释，只是望着外头开得烂漫的山桃花出神。小儿郎，我与你一般大的时候，身边也有一个很像晚唐的人，他又傻又痴，
只有一身好医术和一颗真心。我瞧不起他，说只有将军才配得上我。风吹过时，像一声浅浅的叹息。他呢，真的去了战场，那样傻的人，果然丢了性命。小二郎，有时候我讨厌你，就像讨厌我自己。和清县主的话，像是不吉的谶语，叫我心中不安。前日五皇子在宫中大婚，今日是夫妻在宅中宴请。周许匆匆去寻晚唐的身影，假山旁，花丛中，池塘边，一张张陌生的脸，叫他一次次希望落空。他急忙抓住一个伺候茶水的丫鬟，丫鬟笑道：“所有宾客都到了，只有新娘子还没露面呢。”周许自己也笑了一下。我真是想晚唐想疯了，新娘子怎么可能是晚唐？一直寻到花厅，宾客闲集，簇拥着裴云夫妇看画。越过裴云夫妇的背影，周许瞧见了两幅精心装裱的画，画上是一对年轻夫妻，角落印着裴云的闲章。只一眼，周许才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，因为女子的眉眼竟与晚唐有7分相像。周许又看了2眼，幸好旁边文质彬彬的男子并不是裴云。宾客认识画上夫妻，便恭维裴云：“哥，你应该没见过他们，怎么能画得如此相像？”裴云挽着心腹笑道：“半年前我去了趟青州，发现当地的菩萨和药神塑像与班经很不一样，是青州百姓感谢二老的恩情，照着他们的模样塑的。”宾客纷纷慨叹夫妇二人如何侠义，医馆做了多少善事，周许都听不进去。他只看见裴云腰上系着一个金蝶荷包，正是他盼着晚唐送他的那个。晚唐为了嫁给他，专门请宫中绣娘来教他刺绣，想必是绣娘觉得好看，回去又绣了一样的讨主子欢心。可是再看一眼，周许心口如遭重锤，只觉得天旋地转。他用力咽了咽口水，勉强扶着桌子才稳住身形。那个望着夫君笑得眉眼弯弯的新嫁娘，不是我日思夜想的晚唐，还能是谁？周许风尘仆仆，尽是赶路的疲态。他顾不得冒犯，死死盯着裴云，强撑着发颤的声音：“你要娶的人是他，你们都瞒着我！”原来那荷包不是给他绣的，原来和清县主是故意含糊，原来母亲口中自家的喜事是晚唐要做皇子妃，原来挑礼物时裴云那句晚唐喜欢，皇子妃也会喜欢，都是他会错意，空欢喜。可我以为周许这么生气，是觉得我女红厨艺都学不好，不配做皇子妃。阿兄不必担忧我愚笨，夫君说府上有绣娘和厨子，不必劳烦我动手。这一声阿兄唤得周许一愣。大家一起去后院赏花吧，这个季节的花朵可是最美的。自家妹妹出嫁，想必兄妹俩要叙叙旧。小二郎，晚唐有家了，往后你可欺负不了她了。宾客们恍然大悟，笑着说起从前，说晚唐住在周家7年，樱桃巷子卖甜水的赚得盆满钵满，说那是汴京城的人都等着喝我和周许的喜酒，原来只是兄妹情深。见惯了他刻薄，见惯了他对我毫不在意的贬低，我第一次见周许心慌却强装镇定。从前是我对你不好，总是刻薄你，以为你要嫁给我的时候，我心里是很高兴的，我认认真真备了聘礼，想着回来就娶你的。我相信周许说的是真的，他是用了真心的，因为那日他与裴云逛铺子时，恨不得把巷子买空了做聘礼，因为他为裴云出谋划策，精挑细选的首饰，每一件我都很喜欢。我也在改了，往后再也不说让你难受的话了。我没想过娶你，跟你一生一世，可我是真的想过要给你买一辈子甜水吃的。6年都过来了，你为什么不肯再等等我呢？见我沉默，他像6年前惹哭我一样，满眼慌乱和手足无措。我抬起头，认认真真地看着周许，轻声道：“周琦，姑姑给我腰牌的那天，你怕我淋着雨，伞也往我这里偏，我就告诉自己，最后一次，再问你最后一次。就像3年前的上元节，我等着你来接我回家，我等到人群散了，等到花灯熄灭，我不想等了。但是一想起从前你对我的好，我就告诉自己再等一等，再等一等吧。可是等到天上星星一颗颗熄灭，你都没有来。周行，你不必觉得大家在骗你，也不必觉得宫墙细雨那天，你我才开始错过。你只当那个上元节，被丢在河岸的崔晚堂，再也没回到你身边。周许的面色一点点灰败下去，裴云轻轻将我揽入怀中，叫我安心。
兄长也不必担心。从前晚唐孤苦，一碗甜水就当做好的。如今成了家，晚唐再也不会受寄人篱下的委屈了，就不会没见过世面一样，把小巷子的甜水当个宝。周胥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花厅的，脚步虚浮，像踩在棉花上。廊下的风灌进领口，3月的天，我竟然觉得冷。宾客们在后园赏花，笑声隔着墙传来。他低头看自己的手，这双曾替晚唐撑伞的手，此刻空空荡荡，什么也抓不住。新婚夜，裴云将酒杯递给我时，我没接吻，喝快的酒洒了我一手，我手忙脚乱的去擦，差点把桌子上的果碟也碰翻了。我心底失落，又搞砸了。裴云却忽然开口：我第一次上朝，把官家面前的茶盏打翻了。太傅说我是贬京开国以来头一个，后来我练了2个月端茶。我知道他在安慰我，忍不住弯了嘴角。外头的喜烛跳了跳，把屋子照得暖融融的。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决定要娶我的？上元节那晚，你牵着我的手说，你爹娘不是不要你了。我就想，这辈子不能让你再一个人了。我鼻子一酸，还没哭出来，外头传来冯姑姑的声音：该喝合金酒了，怎么没声了？裴云又给我倒了一杯，这次我端稳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裴云就上朝去了，临走前还在我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。那时我迷迷糊糊，只听见他说了句：等他回来。我彻底醒来，已接近午时，我一个人在新房里，忽然不知道该做什么。从前在周家，每天一睁眼就去给周夫人请安，然后去厨房帮忙。现在没人叫我去做这些了，我坐了一会儿，决定去做早饭。到了厨房，老厨娘正在灶前忙活。老厨娘看见我，赶紧擦了擦手：娘子怎么来了？要吃什么只管吩咐。我走进来，裴玉上朝去了，我给他做点吃的。老厨娘连连摆手：这怎么行？娘子是主子，哪能进灶房？我就试一次。老厨娘愣了一下，随即笑起来：娘子有心，殿下回来一准高兴。她往后退了2步，脸上很欣慰。我蹲下去生火，干草塞多了，火苗猛地窜出来。老厨娘脸上的笑还没收，一把将我拽到身后，她连忙泼了水，火这才灭了。厨房里全是烟。老厨娘压低声音跟丫鬟们交代：今日的事，谁都不许往外说，听见没有？皇子妃第1天下厨就把厨房烧了的事传出去，可不好听。丫鬟们低头称是。有个年纪小的忍不住抬眼看了我一眼，被老厨娘一瞪，又缩回去了。我的眼眶有点热，我觉得自己太笨了。外头传来脚步声，裴云大步走进来，朝服都没换。裴云看了眼满屋子的黑烟，又看了看灰头土脸的我。老厨娘吓得正要下跪请罪，裴云摆摆手，示意他们都退下去。他走到我面前，随手抹掉我鼻尖蹭上的一抹锅灰。怎么，这府里的厨房采光不好，你想给它拆了重销？还是说，你想试探下府里巡逻卫队的反应？我只是想做一碗粥。粥呢？我指了指案板上那碗糊透了的粥。裴云看看我红肿的指尖，他忽然端起那碗糊粥，一饮而尽。老厨娘惊呼一声，没拦住。裴云放下碗，神色自若地牵起我的手，拉着我往外走。味道不错，有股子陈年松烟的味道。裴云停下脚步，转头认真地看着我。往后不许再进灶房，这府里有的是会做饭的人，不差你一个。我小声辩解，可如果我也想为你做点什么呢？裴云把我按在廊下的竹椅上，语气温柔。明天我修屋，教你生活，学不会也没关系，反正我有的是耐心，教你一辈子。这时冯姑姑又进来了，冯姑姑身后跟着几个小太监，抬着几箱子皇后娘娘赏的东西。她笑得和蔼，却趁着裴云进屋换衣裳的空档，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。那是周胥的字迹。这7年里，我见过无数次这种张扬的狂草。纸条上只有6个字：他对你可还好？我猛地攥紧了纸条，指关节都有些发白。自宴会后，周公子就病倒了，听说烧了3天3夜，口里一直喊着崔姑娘。他从前总说我笨，说我以后嫁了人连火都不会生。如今我嫁了人，确实连火都不会生，但他不必担心。我当着冯姑姑的面将那张纸条撕成了碎片，丢进了廊下的鱼池里。冯姑姑叹了口气，没再说话，行了个礼便退下了。裴云换了一身月白色的常服出来，手里拿着个精致的小瓷罐。他蹲在我身旁，挖出一块莹润的药膏，细细涂在我被烫红的手指上，凉丝丝的药盖过了刚才的疼。裴云漫不经心地问：冯姑姑送了什么？送了张纸条。裴云停下动作，看我。哦，我给撕了。裴云了然，眼底浮现出一丝笑。他没多问，把药膏涂完，把瓷罐塞进我手里。
他叹了口气，今日上朝，官家下旨要我出城巡查军营去3天。3天这么久？裴瑶牵过我的手，本来该明日走，我说新婚，讨了1天宽限，所以明日休沐还在，我们一起上街玩。裴云想了想，把腰上的紫玉腰牌解下来，递到我面前，我接过来，玉牌还带着他身上的温度。拿好，有事就进宫找娘娘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和裴云就上街了。街上人多，吆喝声挤满了一条街。裴云走在我左边，把我跟人流隔开。路过樱桃巷子，他又去买了一包蜜酥福奈花，他塞进我手里，趁热吃。我咬了一口，酥皮掉了一手，眼睛全亮了。他从袖子里掏出帕子递过来，以后每天下朝我都给你带一包。那得吃腻了，那就隔天带，隔天也腻了就换别的。逛到绒花铺子，他停下来挑了一只浅粉色的海棠，别在我发髻边上。他退后一步看了看，这个好看，以后都带这个。我摸了摸发髻上的绒花，低头笑了。中午我们又在街边吃了碗馄饨，他给我加了一勺辣子，我呛得直咳嗽。他赶紧倒了杯水递过来，他告饶：我错了，不该给你加辣子。裴玉走后的第一个夜晚，王府安静的有些可怕。我翻看着爹娘留下来的遗书，本来没觉得有什么，目光落到桌上的绒花时，心底瞬间变得空落起来。第二天，和清县主不请自来，他坐在暖阁里喝茶，瞧见我包扎的手指，冷笑一声：崔婉堂，你可真行，当了皇子妃，架子没见长，手倒折腾废了。我没接话，只是给他倒茶。小儿郎不肯看大夫，不肯吃药，在那熬命呢。他说要是你不去，他就不活了。我去了，他更放不下。也是，这人啊，总是失去了才知道可贵。和清县主神情忧伤，也不知道说的到底是不是周旭。第3天黄昏，裴云提前回来了，他带着满身的风尘气推开书房门，正撞见我在发呆。他走过来，把我手中的笔拿走，摸了摸我的发顶。周兄的事我听说了。他笑了一下，有点勉强。你要是想去看看他，我意识到他误会了，拉住他的手。我不是在为他伤心，我是在想我爹娘。他看着我，明显松了一口气。那就好。我赶了一路，一直在想，我怕你后悔嫁给我。裴玉，你这么好，我怎么可能会后悔？我知道了，那我们去青州祭拜岳父岳母。我们刚到王府门口，姑娘，公子烧糊涂了，只喊您的名字，刻了心头血，您去看看吧，哪怕一眼。裴玉轻轻握了握我的手，我回过头看他。去吧，我陪你去。周府的门房看见我时，愣了好一会儿，才连滚带爬的往里通报。一路上，府里的陈设没有变，回廊下还挂着我去年糊的那枕破灯笼。周夫人嫌丑，却一直没摘。花圃里的海棠开得正好，是周轩去年春天非要种下的。他说海棠喜庆，配我的名字。我嫁人不过月余，再踏进这里，却像是隔了一辈子。周许的院子到了，还没进门，就闻到一股浓重的药味。周夫人守在门口，眼眶红肿。婉堂，你来了。我朝她行了个礼。周夫人推门进去的瞬间，身后传来周夫人压抑的哭声，还有周侯爷低低的叹气。屋里只点了一盏灯，昏暗得很。周许躺在榻上，瘦得脱了相，他闭着眼，眉头紧锁，嘴里含混地说着什么。我走近了些，才听清：婉堂，天水买回来了，别哭。我的手顿住了。裴玉站在门边，没有跟进来，他只是看了我一眼，轻轻带上了门。我在榻边站了一会儿，才慢慢坐下去。周旭，荷包。他没有反应，我不是故意，依旧在说梦话。一会儿是荷包，一会儿是他不是故意不去接我。我叫了第3遍，他才猛地睁开眼，那双眼睛怔怔看了我好一会儿，渐渐亮起来。你来了，你真的来了。周旭伸手要抓我的手，我轻轻避开了，他的手僵在半空中，脸上的笑也僵住了。周旭收回手，虚弱地笑了笑。你还是心疼我的，对不对？周旭，我现在过得很好。周旭的笑容彻底凝固了，我看着周旭的眼睛重复了一遍。裴玉对我很好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他会在我哭的时候给我擦眼泪，会在我做错事的时候帮我想办法，会把我的事放在心上，而不是一边说着刻薄话一边假装不在意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喜欢他。周旭的眼眶一点一点红了，像当初每次把我气哭之后手足无措的来哄我时那样。可是这一次，哭的人是他，他死死盯着我，声音发颤。我不信，你既然过得好，为什么还会过来？他忽然咳了起来，咳得整个人宫成虾米。等他咳完了，我才轻声说：因为和清县主和听竹都告诉我你要死了，我不想你死。周许抬起头，眼里又燃起了一点光。我握住他冰凉的指尖。你听清楚，我不希望你死，不是因为我心里还有你，而是因为
我们毕竟一起长大，所以你不要死，好好活着，娶一个你真正喜欢的姑娘，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嘴上一套心里一套，喜欢就要说出来，在意就要让人知道，不然就算再好的人也会被你推开的。好。他这时才看清我确实变了，我的脸颊比从前丰润了些，眼睛也亮晶晶的，比起以前在周家开心了不知道多少倍。他和裴云相比，确实输得彻彻底底。周许闭上眼睛，像是用尽了所有力气，他哑着嗓子：妹妹，往后你就是我的妹妹了。我正在原地，眼泪毫无征兆地涌上来。周许扯了扯嘴角，想笑却比哭还难看。你说的对，是我自己把你推开的。从9岁到16岁，我占了你7年，却从来没认认真真对你说过一句好话。周许走到我身边，声音越来越低。我以为你不会走，所以有恃无恐。如今你走了，我才知道，这世上没有谁应该一直等谁。我咬着唇，没让自己哭出声。周许抬手擦了把脸，深吸一口气。裴瑜对你好，我就放心了。他比我强，至少他知道怎么珍惜你。你回去吧，别让他等久了。阿兄保重。这一声阿兄和之前在花厅喊的那声不同，那一次是赌气，是划清界限，这一次是真心实意的唤他一声兄长。周许听出来了，点了点头，没再说话。我推门出去时，裴玉正站在廊下，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他转过身看我，朝我伸出手，我把手放进他掌心，他轻轻握住。周夫人还在门口抹眼泪，周侯爷朝我们行了礼，欲言又止。裴玉微微颔首，牵着我的手往外走。身后传来周许的声音，隔着门板却很清晰。婉堂，以后受了委屈，记得回家来。我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。裴云停下脚步，把我往身边带了带，他垂下眼。走吧，我们先去青州。我点点头，把眼泪蹭在他的袖子上。马车出了城，一路向东。裴云没有带太多侍从，只让2个亲卫远远跟着，他亲自驾车。我坐在他身旁，风吹起我的鬓发，拂在他肩头。走了大半日，青州的山色渐渐近了。爹娘的坟在青州城外的一处山坡上，面朝大河，背倚青山，是当年青州百姓自发选的纸，立了碑，种了2棵松柏。我跪在坟前，把带来的纸钱一沓一沓的烧。裴云在我身旁蹲下，对着墓碑，像跟长辈说话一样自然。岳父岳母，我来晚了。婉堂如今是我的妻子，我会一辈子对她好，你们放心。我侧过头看他，他神色认真又温柔。走吧，回家了。临走前，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座坟，松柏在风里沙沙地响。爹娘，我嫁人了，她对我很好，你们不用担心。风停了，那一瞬间，我仿佛闻到了阿娘身上常有的药草香，又像是错觉，转瞬就散了。回汴京后，听闻周许渐渐好了起来，周家也将爹娘留给我的钱财和铺面全部还了回来，连着改成当铺的医馆也重新挂起了旧日的招牌。拐进巷子时，眼前一切熟悉的叫我恍惚，招牌匾额，药柜夺秤，连爹娘从前的医书也整整齐齐摆在架子上，仿佛下一刻爹娘会推开门，笑着将我搂在怀里，近乡情怯，我反而迟迟不敢上前。这样的情景我在梦里见过许多次，每次梦醒都是一场空。裴瑜笑眯眯地伸出手，真切地握住我。小婉堂回家了。夏日蝉鸣渐起时，医馆又聘了许多大夫，除却为百姓义诊，还教授我医术。此女天资极高。人人称赞我的天分时，裴云却并不意外。我认识崔婉堂的时候，她就是这么厉害。咦，我第一次见她时，不是正在岸边哭吗？哪里算得上厉害？我与裴瑜日子过得幸福且恬淡。又一年上元节，裴云牵着我的手在人群里慢慢走。他今日穿了一件银灰色的袍子，衬得他整个人温润如玉。裴瑜忽然停下脚步，指着河对岸。婉堂，你看。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是一盏巨大的走马灯，流光溢彩。我眼睛一亮，好看。裴瑶低头看我，眼底映着灯火。不及你好看。我耳根一热，瞪了他一眼。成婚1年多了，他还是时不时说这种话，每次都让我措手不及。他笑着捏了捏我的手，拉着我继续往前走。我们逛到渡口，却碰上从青州来的船夫们往岸上卸货。上元节花灯如昼，船家乐得去吃酒打牌，少了上头看管，船夫们也悄悄赚些外快，接了岸边人递来的碎银，帮着青州边境2头捎带些家书行囊。裴云拉着我看了许久，我不明白，不过是鱼虾干货，哪有花灯好看？
裴玉不说话，只叫我等着。忽然瞧见一只小舟，裴玉拢手朝着舟上喊：“船家，可有人从青州给我家娘子捎带些什么？”一水之隔，船家远远互答：“是哪家的娘子？嫁进裴家的崔家娘子，有嘞！”不是寻常鱼虾干货，也不是裴玉常送的甜水点心，是一对小小胖胖的兔子灯。我认识晚唐，比他想的更早。我染了风寒，高烧不退，却吃不得苦药，每一口药都吐得干干净净。那时娘娘不是皇后，只是四妃之一。御医们知道皇后忌惮娘娘和我这个皇子，并不愿尽心医治，是晚唐爹妈接了皇榜。说来也奇，他们熬的药竟然不苦。我们家姑娘也嫌药苦不肯吃，翻了许多医书才研究出这个方子。他们入宫为我看病时，说起家中趣事，总是一口一个晚唐。晚唐固执倔强，宁肯挨手板，也不肯低头认错。晚唐娇气可爱，一口药要用10口甜酥酪哄着吃。晚唐聪明机灵，药性和脉案他记得一字不差。在他爹娘口中，崔晚唐简直是天上的仙女。我当然不会从只言片语中就喜欢她，我只是很好奇，崔晚唐真的那么好吗？娘娘要为我换个伴读。一群与我年纪相仿的少年，周许是跪在最后最不起眼的一个。听说崔晚唐就寄住在他家，我拉了拉娘娘的袖子，就他吧。周许做我的伴读是在11岁那年深秋，我常常和他打听晚唐。以后晚唐肯定要嫁给我的，我这个妹妹多么好，多么依赖我。你看她缝的荷包虽然皱巴巴的，却很可爱。你待人谦和有礼，待晚唐却总是刻薄。晚唐笨得很，什么都不会。可每一次说这些的时候，他的眼睛里都是温柔的。我想他是真的喜欢晚唐，只是少年人的喜欢总要披上一层刺，才显得不那么丢脸。周许的家世算富贵，晚唐若喜欢他，倒也很好。直到上元节第一次见他，我看见沈明兰与周旭耳语一番，朝着晚唐挤眉弄眼的笑。他并不聪明机灵，看不出周旭不过是在捉弄他。他并不娇气可爱，没有一个人为怕黑的他擦眼泪，谈不上固执倔强。周家争论2句，他就慌张认了错。要么是他爹娘骗了我，要么是他过得很不好，河对岸有万千种热闹，都引着人去寻乐，怕他被拍花子拐走。我总是一直盯着他，可是盯着盯着，我竟然移不开眼了。崔晚唐很漂亮，眉眼像他阿娘，鼻子和下巴像他阿爹，就连心善要送我回家的好心也和他爹娘一模一样。周家没人在等他，也没人哄他，他抱着兔子灯一会儿就不哭了。他没有和周徐吵闹，好像已经不伤心了。只是往后的上元节，他再也没有出去看灯。我想，如果不把晚唐放在身边时时盯着，恐怕一辈子也不能放心。赏花宴前，我去央求娘娘把晚唐指给我。爹爹拒绝了娘娘的提议，退回了晚唐的名帖。虽说对你和玉儿有恩，奈何出身太低了些，不似其他贵女名家高贵。娘娘明白我的心，只一句话说服了爹爹。整个青州都算他的娘家，京城里还有谁的家世比他崔晚唐更好？那兔子灯说来也巧，青州做花灯的都订满了，最后一家从库房里翻出2只旧年的兔子灯，不知是谁在8年前订的，一直没来取。历时多年，竟然像新的一样，竹骨坚韧，色彩鲜艳，一尘不染，栩栩如生。